很多人低估了这次通车的意义。环线第6阶段看上去只是补上最后一段，多了吉宝、广东民、爱德华、太子路3个站，但真正被改写的不是站点数量，而是南部长期那种地理上不远、通勤上很绕的状态。2026年7月12日之后，环线正式闭合，整条线连成完整网络。对普通上班族来说，先变化的是每天花在转乘和绕路上的时间；对城市来说，接下来变化的会是人口流向、商业密度，还有大家对住哪里更划算的判断。如果你平时会经过环线，或者最近正在看南部一带的租房买房选择，可以留言说说，你最在意的是省时间、少转乘，还是区域未来发展？先把背景放在一起看，南部滨水区不是一个单点开发，而是新加坡未来城市更新里分量很重的一块。URA 规划里的 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大约有2,000公顷，背后对应的是港区腾挪之后，一整条南部海滨怎么重新组织居住、就业和公共空间。问题在于，一个区域从有规划到真正成熟，中间差的往往不是楼建的够不够快，而是交通能不能先把它接近日常生活。这在新加坡特别现实，因为这里不是靠私家车解决一切出行的城市，口、停车、养车成本都很高，多数工薪阶层、年轻家庭、新移民选住处时第一眼看的通常是 MRT， 不是因为大家只关心交通，而是因为交通几乎决定了生活节奏。你去 CBD 上班顺不顺？跨区办事麻不麻烦？周末带孩子出门累不累？最后都落到线路连接上。所以过去南部的问题不是位置差，恰恰相反，它离市区不远，也有海滨资源，也有长期规划，真正卡住它的是连接感不够完整。现在环线这一步补上之后，规划、就业、居住和商业才开始进入同一个节奏。如果你在新加坡找房，第一条件也是离 MRT 近，可以留言说说你能接受的单程通勤上限是多久。先看最直接的一层，就是通勤。根据公开信息，环线第6阶段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整体运行平稳，一些乘客的通勤时间缩短了15到30分钟，而且还少了转乘。LTA 给出的受惠规模是每天超过10,000名乘客，这个数字的重点不在大，而在稳。它说明这不是少数人的偶然便利，而是已经能形成日常改善的变化。但很多人看交通新闻，只会盯着快了多少分钟。对真正每天通勤的人来说，更有感的其实是少一次转乘。因为少转乘，意味着少一次挤月台，少一次错过列车，少一次高峰期被人流卡住的风险。新加坡的节奏很紧，尤其是双职工家庭。你早上如果多花10分钟，后面可能不是单纯晚到公司，而是送学、打卡、午休办事、下班接人，全都被往后推。环线闭合之后，变化就在这里。以前有些路线看地图不远，但你必须先往一边走，再换线，再折回来。现在变成完整环状之后，同一个起点到终点，往往会多出更合理的路径。网络一旦闭合，价值不只是更快，而是更稳。高峰期如果某个换乘点特别拥挤，客流可以被分散，不需要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最笨重的路线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，省下的不是几分钟，而是生活安排。你可能不用每天预留那么多缓冲时间，你可能下班后终于来得及顺路买菜，再回家吃饭。你也可能因为通勤更顺，重新考虑原本觉得太绕的租房区域。对刚来新加坡的人，这一点尤其实际。很多人一开始只看离市中心多远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决定生活质量的是这段路顺不顺、稳不稳。从整个城市网络看，环线有33个站，闭合之后，它不再只是经过很多地方的一条线，而是开始重新组织跨区流动的一张网。所以虽然这次只新增3个站，影响却不会只停在站点附近，而会传导到更多人的日常路线选择。你如果最近已经感受到少一次转乘，或者回家时间提前了，
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前后变化。接下来讲大家最关心的区域价值，但这里先把预期放稳。所谓价值重估，不等于明天房价就全面上冲，真正先发生的通常不是价格标题，而是连接度改善之后，整个区域的使用价值开始上升。什么叫使用价值？就是这个地方不再只是看上去有潜力，而是真的更容易被用起来。对租房者来说，你会重新比较吉宝、广东民、爱德华、太子路一带和传统成熟区之间，到底哪边更划算？以前有些地方可能租金不算贵，但通勤摩擦太高，最后很多人还是放弃。现在如果少一次转乘，少一段绕路，答案就会变。对商家来说也是一样，咖啡店、便利店、诊所、托育、超市，这些业态不会先看口号，他们先看稳定客流。工作日有没有人经过？周边居民会不会停留？办公人群能不能方便到达？连接度一旦上来，商业意愿通常会更早出现。所以如果你问南部现在最先被重估的是什么，我会给3个答案。第一是通勤可达性，第二是居住选择的性价比，第三是商业和服务业的进入意愿。房价会不会跟上？那是后面的结果，不是最早的原因。先看原因，判断才会更稳。你觉得一个区域价值上升，最先反映在租金、商铺、办公，还是生活便利度？也可以留言聊聊。最后再看一层，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最后这一小段会拖这么久？答案不只是工程慢，而是它本来就处在一个约束特别多的位置。公开资料提到，广东民站一带的建设面对复杂地下条件，同时还要顾及历史建筑和周边城市环境。这样的项目最难的地方，往往不是距离长短，而是你不是在空地上铺线，而是在已经非常成熟、非常密集，而且有历史层次的城区里，把一条新轨道安全地放进去。这意味着地下施工要控制风险，周边交通要重新组织，噪音和震动要尽量压低。涉及历史街区和保留建筑时，还不能用最省事的方式直接推进。土地安排、施工组织、环境影响，这些都会拉长时间，也会推高成本。所以看这类基建，不能只用一句怎么现在才通来评价。更准确的看法是，在新加坡这种高密度城市里，越靠近成熟城区、重要节点和历史地段，最后那一段通常越难做。也正因为难，它才更能说明政策取舍的方向。新加坡要的不是只追求最快，而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，尽量减少对既有城市肌理的破坏。所以这条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只是它终于通了，而是它让我们看到新加坡怎样用很长时间、很细的工程取舍，去换一个更高效率、也更可持续的城市日常。你更看重基建速度，还是历史街区和周边生活尽量被保留？也欢迎留言。最后收成3个最实用的判断。第一，看你自己的真实通勤，你每天会不会因为少一次转乘，少15到30分钟而明显轻松？如果答案是会，那这条线对你就不是新闻，而是生活改善。第二，看区域选择，不要再用旧印象。南部过去给很多人的感觉是有潜力，但不一定够顺手。现在线路补齐之后，租房、买房、选办公室，很多答案都该重新算一次。第三，看政策方向。新加坡很多区域变化，不是先把人吸过去，再慢慢补交通，而是先把交通铺好，再让人口、商业和配套跟上。看懂这一点，你对下一步城市变化会更早有感觉。如果你想看下一集，我可以继续拆南部滨水区，接下来哪些片区最值得观察，祖屋和私宅谁受益更直接，以及普通家庭通车后最实际的居住选择怎么判断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关心哪一块内容，也欢迎订阅频道，我会继续用清楚可靠的方式帮你追踪新加坡政策和城市变化。